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美国都要与中国进行高超音速武器的军备竞赛，其后果如何？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竞相研发最致命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曾在10月份证实了中国进行过一次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军事专家认为，北京正在开发一种旨在躲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地球轨道系统。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个猜测。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对此给予了说明，这是一种天地往返式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为民用建设服务的。美国炒作中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无非就是要向美国国会要钱，而且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美国都会进入高超音速武器竞赛的历史阶段。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高超音速武器时代对于中国、美国、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常规武器将具有战略的威慑力，高超音速武器具有难以防御、射程远、威力大的特点，因此将具备战略威慑潜力。因此，中美俄三国必然会展开长期的高超音速武器竞赛。其次，军事基地、航空母舰和水面大型舰船将变得更为脆弱。高超音速武器的普及将让固定的和移动式的水面和地面目标变得更为脆弱，航母编队都将难以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大国之间将形成一种高超音速武器的平衡。那么最后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拼的不仅仅是质量，还有数量。这类武器性能虽然很好，但是也很昂贵。美国造一枚高超音速导弹大概要3亿美元左右，这还怎么玩？可见，拥有强大军工产业链的国家将因此而获得优势，因为产量越高，成本会越低，成本越低，就有可能研制出更多的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哪怕是入门级的高超音速导弹，都会给对手造成极大的威胁。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在这方面和俄罗斯一样，具有相应的优势。我们开发出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成本相对比较低，而性能又相当的优秀，从而能够大批量的生产。当然，美国也没闲着，是吧？这些年也加大了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方面的投资，最终其陆军、海军和空军都有可能拥有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如何应对呢？首先，需要发展小型化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和对地攻击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导弹技术一旦普及开来，将让美军的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失效，无论是陆基的还是海基的导弹防御系统恐怕都会最终失效。这样的情况对中国可能更为有利。那么我们国家可以利用技术优势和产业链的优势，大量列装适用于陆军、海军、空军以及第二炮兵的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这是改变未来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第二在发展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积极的研制和发展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因为一般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它的弹头是不带动力的，这样的滑翔弹头能够机动，躲避对方的拦截。但是这样的飞行器往往是在高空甚至超高空飞行的，容易被发现，因此还有必要发展飞行高度相对比较低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那么这类的导弹一旦研发成功，将进一步的提升对手的拦截难度，从而呢进一步的抵消美军的传统技术优势。当然，发展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从某种角度讲，它的技术难度要更大，必须解决相应的动力系统的问题、结构材料的问题、气动外形的问题，以及精确制导的问题。但是只要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那么将有可能在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的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发展具备高超音速飞行能力的远程弹道导弹，以削弱美军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优势。美军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都是为了对付弹道导弹的，如果中国能够将远程弹道导弹甚至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进行相应的改装，从而使之具备超音速机动飞行能力，那么美军在战略导弹防御方面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第四呢，我们还需要加强末端防御技术的研发，力争在导弹防御这个方面呢，能够获得重大的突破。高超音速导弹的优势呢，是它在中段呢难以探测，在末段的飞行难以预测，因此很不容易对其实施拦截。尤其是这种导弹在末端如果能够以高超音速飞行，那么其拦截难度又会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呢，就要求这个防御方积极开发先进的末端防御武器系统，这里包括雷达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拦截导弹系统。因此我们需要在另外的领域开发出光速武器，比如说地下能武器、电磁武器、激光武器等等，从而打造出一个完整的导弹防御系统。最后呢，还需要在基础研发领域呢开发出先进的试验手段，比如说高超音速的风洞因为没有这些先进的测试设备和研制装备，那么要想在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也是很困难的。总之，美国如果非要和中国进行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竞赛，必然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导弹武器系统的建设。那么如果这些大量的投资不能够收回成本，或者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那么它将会输得很惨。当然，中美两国未来呢，最好还是不要打仗，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是吧？如果美国非要开战，那么它的下场恐怕不会太美妙。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